薇薇姐，您来啦！抱歉啊，让大家久等了。薇薇姐，这个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哦，没有，我们也随处逛了逛。凡是有钱的单身汉，总要娶一位太太，没想到会是你。我们老姜可不是什么达西先生。傲慢与偏见是我们薇薇姐最喜欢的小说，没想到你也这么熟悉啊！啊，没有，完全不熟悉，我就只记得第一句话而已。我也是，巧巧，江太太可比你有趣多了。我实在是抱歉啊，陪孩子旅游，没有参加你们的婚礼，不过办得挺有格调的。谢谢。我们开始吧。好的，这边请。这个我喜欢，蛮适合你的。薇薇姐，这个系列是我们这一次全球首次展出。上海是首站。对呀，设计灵感来源于远古，有一位从森林里走出来的神秘女神，身披绿色的藤蔓，手握一把珍贵的宝石，向天空一撒，创造出了满天的繁星。这颗夜明珠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代表作。劳伦斯，你知道我一直想收藏一个顶级的帝王绿翡翠项链，和我的戒指搭成一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条就很赞啊，多适合呀！会不会显得我年纪更大呀？哎呦，哪有薇薇姐，你这也太凡尔赛了吧！那你觉得这套合不合适吗？好看，店长，要不给我们薇薇姐试一试？当然可以，来帮您佩戴。江太太，我帮您试戴一下吧。是。太美了。好看。我哥跟银行打过招呼了。打什么招呼？非常喜欢。想买就买，没有限额的。非常适合你。大家都认为帝王绿是最贵的翡翠，其实帝王紫才是最稀缺的，而且紫色是最尊贵的颜色。这款项链是我家的镇店之宝，也是全球唯一一套。买呀！多少钱？这款项链的定价是120万，100人民币吗？不是，是120万美金。啊，行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小姐回来啦？我哥呢？在楼上休息了。哎，小姐饿不饿呀？我给你热点吃的去。不饿，气都气饱了。啊，太太也回来了。小家小气，没见过世面。站那，站那。你把话说清楚，我们家就那么缺钱吗？你就非得在那个场合问价格是吗？那买东西问价格天经地义。我之前跟你介绍的那些，你根本没听进去。薇薇姐什么人啊？国际那些奢侈品商店，他们的 VIP 名单上哪个没有她的名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传说中很聪明吗？你这想不明白啊？薇薇姐她就是看不起那些买东西还关心价格的人，明白了吗？有必要那么装吗？哥呀，你到底娶了个啥呀？回来了。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哎，老姜，
你们这种身份特殊的人买东西是不是都不看价格的？什么身份特殊？你是不是真的很有钱啊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买个100多万的首饰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？100多万，是有点贵哦。有点，100多万，不是100多块，100万，还是美金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入场券。什么意思啊？这100多万呢，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大一笔钱。可是如果你当着徐薇薇的面儿，你就应该买。你不买呢，她会觉得你买不起。你买不起，就代表我买不起。可是我现在正在跟她老公谈投资，我买不起代表什么？代表我没这个实力。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入场券。听不懂，你们这个入场券太贵了。你现在呀，代表的不只是你自己，你还代表了我。江太太，这里的演出，你也得参与呀。行了，别生气了。过2天徐薇薇过生日，你就带点有价值的门票过去。但是老姜，我脖子上戴一条那么贵的项链，我心理压力也很大，重的我动都不敢动一下，我感觉我颈椎都要增生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江太太啊！来，让我为你服务服务。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欢那种场合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当是为了我，嗯。10点镜这边啊，怎么样？你还满意吧？还行吧。哇，我哥对你可真好。到了吗？快了。放轻松。江太太。哦，嗨。你好。哇，这真漂亮。谢谢啊。他们在里面，我等会儿还接个朋友，要不你先进去？好，没事，我进去。嗯。是吗？弹的还真不错呢。对啊。你好，我要经常过来。对，哎，你看你耳环还挺好看的。是吧？您选的这个地方和您的气质太 match 了，谢谢。薇薇姐，生日快乐啊！这是给您准备的礼物。谢谢。啊，薇薇姐 ，Lucky。哎呀，薇薇姐，你可真是的，我们几个专门去生活里去嘛，着急要回来，你知道我劝不住他。哎呀，你们从英国回来怎么不找我呀？哎呀，我又去做那个项目了，就爱吃那烤三虾，快点先给我弄，几天不吃就闹心。我先去接个电话，回头我们再联系啊。哎，明天的造型包在我身上，绝对不会出差池，好吗 ？OK。
没问题。好，明天见。好嘞，好，先不跟你说了。江太太，Lawrence， 不知道方不方便向你咨询个问题？您客气，您说。就是我今天是不是有哪里做的不太对呀？你是真的不明白吗？因为我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合，所以我不知道在这种场合下会不会犯什么忌讳。如果我今天有做的不合适的地方，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一下？江太太，你不觉得你今天有点太针对薇薇姐了吗？啊，我怎么会针对薇薇姐呢？我刚刚就跟她打了一个招呼，我什么都没说呀。哎呀，今天是薇薇姐的主场，你带了件这么浮夸的项链来赴宴，会不会太抢她风头了？再说了，这条项链本来也是薇薇姐先戴上的，她没买，你买了，结果你还带着来赴宴。你说你不是针对她，那是什么呀？哦，哎呀，怎么搞得跟宫斗一样？今天在座的都是我最爱的姐妹们，来，我以茶代酒，感谢姐妹们来给我庆生。生日快乐，大家！薇薇姐永远美丽，青春永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打扰你们了。江太太，我以为你走了呢。怎么会呢？我怎么可能不打声招呼直接走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没有看到你，位置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啊，快加把椅子。没事，不用了，不用麻烦了。我想起来我正好还有点事儿，我就不吃了。这个礼物我给您放这儿了，哎，祝您生日快乐。谢了。哦，对了，佳巧，你的这套首饰我是现在还给你，还是回去还给你？我放这儿吧。我想了想，我待会儿别给你磕了碰了。什么我的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你的吗？这项链呢？你说你非要买，买完之后还让我戴，让我撑场面，我戴着脖子都疼。哎，向南，这不是我买的呀，不是，这个真不是我买的。哎，这个真不是我买的，告辞了。不是，这是我哥买的。薇薇姐，动筷子吧。这素斋呀，不仅颜色丰富，这口感呀还酸酸甜甜的啊，有很多心机跟细节在里面。你看这个就是夹心儿的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真好吃。老姜，你累了就睡吧。我特意等你呢，来，过来陪我坐会儿。是不是又打算教育教育我，给我上个小课呀？你知道你自己做错了吗？我承认我今天确实有一点冲动，但是你没看到他们那帮人，表面上虚情假意，背地里勾心斗角的，真的让我特别不舒服。我还不了解他们吗？那你也不能说走就走啊！你让徐薇薇的面子往哪儿放？彪哥的电话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。哎，那正好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用参加他们的活动了。小南，彪哥手里呢有一个大项目，如果我能把这个项目拿下，做完之后，咱们就可以退休了。那么夸张？就是这么夸张。知道你跟他们不是一路人，但是你也要替我想一想吧，偶尔应酬一下，这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伤害吧？这样，过2天呢，咱们请薇姐和彪哥吃个饭，你顺便再给薇姐做个小礼物，就当是给她道歉，好吗？哎呀，就非得让我参加他们那个宫斗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一集都活不了。什么宫斗乱七八糟，你是不是古装剧看多了？皇上，饶臣妾一命。好狗不挡道啊！说你自己呢？
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勾心斗角，本来也都是因为你哥，不然我也没兴趣去见什么薇薇姐。里外都是为了你哥好，你非得在从中使坏，你说你是不是蠢呢？你说谁蠢呢？说你呢，这就我跟你，能说谁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少小人得志，你现在就仗着我哥宠你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我哥的亲妹，等他不宠你了，等他把你扫地出门了，我看你怎么跟我嘚瑟。哟，你哥那么混蛋呢？你不是他亲妹妹吗？你怎么在背后这么骂他？我都听不下去了。我没这意思，你少诬陷我啊！行行行，我狗说的。你说谁是狗？你说你就是你，你傻缺吧你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傻缺，傻缺，傻缺，傻缺！我就说你了，怎么了？傻缺！我说你傻缺，傻缺，傻缺，傻缺！我就说你了，怎么了？傻缺！以后你要再找我吵，我就放这个录音，你自己跟你自己吵。你还录音？你删了，我让你删了。我说你傻缺，你把录音删了，现在删了啊！给我删了，给我上去啊！小姐啊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别碰我！啊，叫车！来这，快叫车打电话。你摔哪儿了？哪儿疼？你告诉我，你现在啊？不是那个你哪里疼？你现在摔到哪儿了？你胳膊还是腿？你怎么？来了，怎么样了？拍过片子了，医生说胸部有一个假体移位了，需要全部取出来。那进去多久了？1小时10分钟。小南，你修养比他高，学识比他好，你能不能别跟他一般见识了？我没想跟他一般见识呀，他各种看我不顺眼。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他不讲理，你不搭理他不就完了吗？他总找事儿。哎，夏晨，怎么了？非得现在这个时间吗？我现在在医院，我妹妹正在做手术。告诉他们，我现在没有时间，安排好了告诉我。向南，你不知道，他从小就被人欺负，可他从来都不告诉我。你知道吗？佳巧其实是一个骨子里特别没有自信的人，他跟你不一样，他从小就怕被别人瞧不起。所以什么事情他都愿意争强好胜。他有今天的个性，都是我的责任，是我这个当哥的